大家好，来和大家说一下，用电热水器洗澡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必要断开电源？很多人觉得我们电热水器洗澡的时候没必要断开电源。那洗澡的时候，热水器的插头一直都是插在插座上，而且这个插座还不是防水的插座。相信很多人的家里都是这样的插座，而热水器上的插头呢，也是这种普通的插头。那有的人觉得热水器上呢有双重保护，那热水器本身它就带有防电墙。何谓防电墙？大家看，在热水器的这个部位呢有一个防电墙，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，那它就是防电墙。如果热水器里面呢发生一些漏电、一些元器件损坏的时候，那这个漏电墙的灯就会保护，导致热水器不加热，导致热水器呢不出热水。如果这个防电墙是正常的情况下，那它就会这样。如果这个防电墙失灵了，那我们还能相信它吗？有些防电墙呢，它时间日久就会老化，内部元件老化之后呢，防电墙就会失灵。所以当热水器里面的加热管在发生漏电的情况下，这个防电墙呢根本起不到作用，因为时间日久防电墙就会老化了，防电墙就会失灵了。当热出水里面呢带电的时候，我们去洗澡就非常的危险。那还有他们认为热水器上的插头有防漏电的保护，觉得这是个防漏电的插头。那大家仔细的看一下，这个插头就是个普通的插头，而且还是原装的插头。这个插头根本就不是什么防漏电的插头，它和普通的插头呢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不要再相信热水器上有双重保护，这个插头就是普普通通的插头。大家看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插头线呢没有点断，那这个插头线就是原装的热水器，它从这个部位直接呢接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热水器不断电的情况下洗澡，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插头上呢装有这个漏电保护插头，或者说我们这个插座上那一定要装有漏电保护器，而且这个插座我们还要做到防水插座，不能是这样的普通的插座。普通的插座呢它根本防不了水，它会漏电的，而且这个插头呢装的位置还是不对的。那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热水器挂得这么高，但是这个插座却在热水器的下方。如果我们洗澡，或者说我们运热水器的时候，不管是净水还是热水，如果发生漏水，那这个水呢就会到这个插座里面进去，就会发生漏电，非常的危险。那我们热水器洗澡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断电洗澡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来给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不断电，那热水器里面是加热管，加热管一旦发生漏电破损的情况下，因为我们洗澡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和大气是接触的，一旦漏电就会形成220伏的回路电压，相当的危险。很多人觉得热水器断电洗澡，这个热水器呢容量太小了，根本不够我们洗澡，是这样吗？现在的热水器呢容量都是比较大的，像这种热水器呢完全可以够一个人洗澡。那这个热水器的容量呢也是比较大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热水器都是普通家里面的热水器，那它的容量是比较大的，我们一个人洗澡是完全可以的。我们很多人洗澡大概都是半个小时就洗完了，那这个热水器够运2个人洗澡。而且这个热水器它的容量是80升的，80升的热水器难道还不够你洗澡吗？难道你是1年才洗一次澡吗？我们现在洗澡都是1个星期，或者说2-3天洗一次澡。那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断电洗澡，而且我们洗澡的时间呢又不是太长。把这个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